国台办11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对于赖清德当局一系列谋独挑衅、以武谋独动作，国台办强调，台独是祸害，是绝路，成不了事，翻不了天。而对于如何应对目前两岸关系的严峻局面，国台办也强调，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愿望，无法阻挡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势头。据文化和旅游部8月30号发布的消息，应金门县民意代表参访团请求，大陆将于近期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记者会上透露了相关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厦门部分旅游业者组成的赴金门产线团，日前已经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考察申请。如果台湾方面批准，11假期前是完全可以实现，但关键是台湾方面要尽快批准赴金门的产线团。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台独势力长期大搞文化台独，让岛内出现很多反制现象。以恶作剧之吻我可能不会爱你风靡两岸的台湾演员林依晨，近日在大陆一档综艺节目上，因一句我是成都人被岛内亲绿网军网暴。有绿营舆论称，林依晨的表态是为了买所谓政治保险。陈斌华强调，台湾演艺人员介绍自己的祖籍地，表达对中华儿女身份的认同，人之常情，何错之有？就像我工作生活在北京数十年，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会很自然地回答福建人。所以亲绿网军对一些艺人的网暴，再度证明台独即台独，反中则反智，岛内长期去中国化，荼毒甚巨，贻害无穷。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还在岛内持续强化绿色恐怖。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台湾统一联盟党屏东党部主委张存逢、总干事黄荣德因组织屏东基层民众赴大陆交流参访遭岛内指控，近期又被台湾屏东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4年半，褫夺公权2年。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相关提问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操弄司法打压参与两岸交流往来的岛内人士，特别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有针对性地迫害岛内统派组织和人士，持续强化绿色恐怖，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支持和追求国家统一是民族大义，应该得到全民族的肯定和支持。广大台湾同胞应充分认清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其滥权妄为，坚定支持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赖清德当局制造绿色恐怖的另一例证是对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追杀。有舆论认为，这将对岛内政治生态产生较大影响，两岸关系面临更大变数。陈斌华对此表示，多行不义必自毙，赖清德当局胡作非为必遭民意唾弃。其目的是追杀不支持民进党、不认同台独的各界人士，以谋求一人一党之私，并为其遂行台独排除障碍。我要再次强调，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日前，赖清德拍板20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其中防务预算总额达6470亿元新台币，约合1430亿人民币。据台湾媒体披露，过去8年，民进党当局不断推进以武谋独，防务预算比8年前增长近1倍。这些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本可用于改善民生，但被民进党当局用来加速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挑衅，正告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赖清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已过100日，期间接连抛出台独言论，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国台办表示，对此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台独是祸害，是绝路，成不了事，翻不了天。台独势力胆敢铤而走险，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予以坚决、彻底粉碎。
10号，台空军一架幻影2000战机坠海。这种已在台军服役近30年的战机，已是第9次发生重大失事事故，而搜救过程更是一波三折，引发舆论批评。10号晚8点，台空军一架机身编号2047的单座幻影2000战机从新竹基地起飞夜巡，半个小时后折返时动力失效，飞行员谢佩勋弹射跳伞，2个小时后获救，被送往综合医院救治。目前飞行员状况稳定。台空军也宣布该机型停飞。现在最年轻的发动机都已经27年，所以现在我们用的发动机都是不断的在翻修，换下2000单座机，也是因为发动机的故障，因为没有马力了，你的飞机加上油量，还加上外面的挂载，将近10公吨，你没有动力，就是跟一个铁一样，往海里面要下坠。据悉，这是台湾空军幻影2000战机自1997年服役以来第9次发生重大失事事故，已造成5人殉职、7机折损。在台空军3款现役主力战机幻影2000 F16和 IDF 中，幻影2000是唯一没有升级的和备用发动机的战机，军方为此只能不断翻修，导致该机妥善率偏低，飞安风险较高。1992年，法国同意售台60架幻影2000-5型战机，因法国没有对台军提供后续幻影2000战机的更新及保障工作，不仅仅是发动机的维修，其配套弹药也是用一发少一发。台湾地区空军呢，当年买幻影2000的时候呢，中国呢当时对法国呢是采取了很强烈的反制，所以呢就后边他就采取了一系列的这种补救中法关系的措施其中包括就是不给台湾地区幻影2000战斗机呢再去提供相应的服务了，包括呢出售零配件，出售新的发动机，提供中期大修服务等等，这些呢他都不做。而此次台空军的搜救工作也是一波三折。岛内资深媒体人施孝伟直言，这次战机失事搜救过程令他胆战心惊。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对第一手情况掌握不精准，且还发生搜救直升机吊篮故障，导致获救飞行员只能坐在海巡小艇上岸，这将对未来飞行员执行任务时造成心理压力。特约评论员石红向深圳卫视分析，幻影2000战机9次失事，每次出事都没有改进，反映出台军体系内部从根儿上就有问题，反映出来。在台湾地区军方搜救，从前面的情报信息保障到中间的快速反应，再到最后的实施，它是一整个链条呢，每一个环节都有问题啊，它不是检讨一个环节的问题，而是呢要全面去进行整改的。